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贝迪小兔要说故事喽。会长大的书。森林深处有棵千年老榕树，树洞里藏着一座神奇的图书馆。小动物们用羽毛笔在叶片上写故事，挂进树洞借阅。小兔借走胡萝卜料理大全，按期归还时多加了张秘制酱料配方。狐狸读完月下舞蹈指南，还说时附赠一幅手绘的星空舞步图。知识在传递中越变越厚，像春天的藤蔓爬满树洞。唯独小猴琪琪借了攀岩技巧宝典后迟迟未还。管理员猫头鹰爷爷提醒他，琪琪，书里藏着下一位读者的期待哦。琪琪长红了脸，对不起，我太喜欢这本书，想多学几天，可它太厚了，我怕抄不完笔记。猫头鹰摇摇头，书是大家的宝藏，不能独占，但知识可以分享。它抖抖翅膀飞进树洞，叼出一片空白页。把你的攀岩心得写下来吧，这才是真正的借阅。琪琪熬夜将书中的技巧配上自己的体验，哪块岩石最光滑，哪根藤蔓最结实，全变成图文并茂的小猴笔记。第二天，他郑重还书，并将新写的笔记页挂在书旁。忽然，树叶中飘落一枚金叶子书签，上面刻着“给知识的传递者，你让宝藏发光了”。原来，猫头鹰将琪琪的笔记做成了书签，加回原书里。下一位借书的小刺猬惊喜地发现，书中不仅有攀岩秘诀，还有小猴的贴心提示。从此，更多动物在还书时留下自己的宝藏页。亲爱的宝贝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独占，而在于分享。像森林图书馆那样，准时归还书籍，留下思考的痕迹，知识的河流就会越流越宽广。晚安。